上周的美股就4个字，惨不忍睹。纳斯达克指数从上到下跌了将近13%，标普500跌了也将近10%，而且跌得非常难看，在200日均线这边连点反弹都没有，就直接垂直往下砸。而且原油单日上涨7%，直接冲破$100。中东那边局势还在持续升温。也门也刚刚宣布要做好军事干预准备，到时候红海和霍尔莫斯海峡两头同时被夹住，这个市场的变数比很多人想的要大很多。那这期视频呢，我想做一个完整的市场分析，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市场它还要跌多久，支撑位在哪边，以及手上还有仓位的话呢，接下来怎么操作。但是抄底的话为时过早，大钱还没有进场，我们需要稳一些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我们先看纳指啊，它上周的走势是蛮难看的，它在200日均线这边没有任何的支撑。那200日均线呢，它是机构资金比较看重的长期趋势的分界线，表示过去20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本。那正常情况下呢，市场跌到这边的时候，会有资金认为说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买了，所以这边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天然的支撑位。但是这次呢，不光是没有支撑，它还持续的放量，然后加速的下跌，这个就比较危险了，说明市场不光是没人接盘呐，而且是争着抢着往外跑。那纳斯达克100的指标上面呢 ，RSI 也是21了，属于超买、超级超卖区域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超卖不等于见底，超卖可以持续很长时间。22年熊市的时候 ，RSI 就在超卖区域趴了好几个月。市场恐慌指数 VIX 呢也已经上了30，说明现在市场预期会有剧烈的波动。那各个指标结合的看下来呢，下周大概率会有技术上的反弹，但是这个反弹的质量是怎么样才是比较关键的，后面我们详细说。那如果要从宏观指标上面来看呢，现在主要就盯着2个指标，一个是美元指数，还有个就是原油价格。先说原油啊，那3月27号的时候呢，原油期货单日就涨了 7.09%， 直接冲到了$101。布伦特原油呢也是上到了$112。原油价格上100的话是一个蛮危险的信号，上次油价上100还是在2022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俄乌战争，然后油价飙到了118，那之后就是全球的通胀，然后美联储被迫加息，导致2022年美股的熊市。那这次历史会不会重演呢？其实这些信号都已经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。现在主要还是中东那边的问题，霍尔木斯海峡因为伊朗这边的区域战争，所以其实通行已经非常困难了。那也就是刚刚宣布，也门这边也说要做好了军事准备，就意味着它旁边的这边红海这边的通道也要出问题。这2个，一个是东边控制了波斯湾，一个是西边控制了红海，这2边一夹击，中东的石油就真的出不去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油价可能还要再往上冲，那对市场的冲击是更加多层次的，像是地缘风险升级，然后企业成本上涨，利润压缩，消费者信心下降，经济衰退的风险增加，那一连串的反应对股市来说就是啪啪啪的往上打。再看美元指数，它代表的是一部分的避险情绪，它如果继续往上涨的话，那说明市场的危险性是在增加的。而且这次不光是美股这边出现了大幅的下跌，全球其实跟着一起跌的。然后印度股市已经从最高点下调25%了，跌破了前期的低点，技术上已经进入了熊市。韩国股市、日本股市都在走弱，代表全球市场的 ETF VT 它也已经有一个10%的下跌了。说明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区域的问题，而是全球的市场是在同步的承受压力的。甚至于是黄金从前一周的下跌之后，这一周也没有出现有效的反弹，在低位震荡，其实很有可能是要往200天均线那边去发展。比特币更加不用说了，跌破好几个支撑位，现在也是在低位徘徊。在这种环境下，除非是大的政治环境变好，不然单靠某个市场走出独立行情其实是非常难的。我们再看一下 AI 相关的板块，之前的话表现一直不错。那像是英伟达的话，它很早就进入了盘整期，目前的话市值还是在4万亿以上。但是如果是跌下了4万亿，就说明市场现在的避险情绪会进一步增加。那英伟达的话，它其实上周的话也跌破了200日均线，甚至于前几次的一个低点，下一个低点的话，其实应该说下一个支撑位的话是在161这边，蛮弱的。
博通的话也是一样的问题，跌破了支撑位，然后只有一个前低294。台积电会更好一点，跌破了50日均线，离200日均线还有一段距离。之前比较强的几个板块，一个是存储，还有一个是光纤。那他们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怎么动的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有大量的订单，那甚至于是供不应求，严重的供不应求，有些都排到了明年，客户要先付现金才能排队拿货，正常市场上是会被极度受到追捧的。但是呢，现在他们的股价也是在下跌，像是 SNDK 的话，它现在到了50日均线，美光的话会更弱一些，它出现了连续的一个放量下跌，也跌到了之前的支撑位350这边。像 CIEN 呢，它也是现在在回撤整理， LITE 同样的高位回撤整理，这些都是市场上面非常强的一些股，有非常好的基本面。那如果连他们也在下跌的话，就说明这不是公司的个体问题了，而是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全面在去风险，不管你基本面有多好，一起卷进去。那好，既然大家都在跌，那市场上钱到底到哪去了呢？我们来看2个数据一个呢是 Vienna Research 那边的监测。那上周的话，美股个人投资者的净出量出现了自2023年11月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净买入量的情况这个其实是挺好的，说明我们散户也不都是韭菜，就是过去2-3年都是牛市，所以很多散户就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逢低买入，逢低加仓。但是上周的时候呢，在市场反弹上升的时候，散户开始减仓了。那分析师就称这一天是属于情绪上的关键转折点，说明市场开始转向了。那散户的钱开始渐渐离开市场了，机构的钱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在货币基金里。现在数据显示，将近有8万亿的资金呢，是趴在货币市场基金里面，持观望的态度。我们知道巴菲特他很早之前就把大量的现金放到了短期国债里面，而目前市场上这个8万多亿的现金其实大部分也是机构的。那么多的现金在市场外观望什么？观望一个捡便宜货的机会。那根据 Vanguard 的历史数据呢，从1981年以来，牛市平均的时长是 6.8 年，熊市的平均时长呢是 0.9 年，也就差不多10个月的时间。那我们这一轮的牛市从22年10月底算起来，已经跑了差不多3年半了，也到了差不多要歇一歇的时候。所以说现在市场呢是在等一个熊市，或者说等一个杀估值的机会，把这些股票打折再打折之后，才是这些基金开始进场扫货的时候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之后1周或者是短时间内这个市场会怎么样走，支撑位在哪边。首先呢，短期之内的反弹是大概率会出现的，因为这种垂直性的下跌市场的话，出现了超卖，出现了恐慌指数升高，技术上都支持反弹的。但是反弹的时候我们需要观察2点，一个呢就是它反弹有没有利好的配合，如果说它反弹力度非常强，同时有好消息出来，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出现缓和或者说谈判有了进展，那个市场的话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反弹之后的震荡区域，然后找到新的方向。但是以目前的中东的情况，然后也门这个变量也加进来，短期之内利好消息的概率呢，说实话不太高。但是如果说反弹之后它缩量，然后再进行放量下跌的话，那这个反弹就是失败的，俗称死猫跳吧。那下一波的下跌会更加惨烈一些。那下一个支撑位呢，就会到25年年初的这个时候的密集成交区域，也就是在纳指的话在2万点左右。那从现在这个位置到下面支撑位的话，差不多还有一个 3% 到 4% 的跌幅。那如果说2万点都没有守住，再往下的话，可能就要去看2025年4月那个关税引起的一个大跌的底部了。当然没有那么夸张，跑到那么低我们从周线上面来看，这边的话已经到了周线上的200周线位置的，这个真下去的话估计真的要崩盘了，这种大事件了。但是大概率的话之前的一个跳空缺口它没有补足，这边的话算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位，到那边的话呢，整体也有个 23% 的跌幅，也算是一个中深度的回调了。
那最后说一下，如果说你现在手上还有仓位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因为这种市场上面，除非是全现金，不然都是痛苦的。刚刚分析下来的话，其实大家也应该蛮清楚了，就是现在抄底的话是为时过早。虽然很多人说看到这么跌，是有捡便宜的冲动了，但是呢，我们刚刚所有的信号，包括油价、中东的局势、资金的流向、技术的形态，都没有给出底部的确切的信号。那底部信号没有出现之前呢，越跌越买是非常危险的啊。目前中东的局势还在升级，变数实在是太多了，不是抄底的机会。那如果说近期出现了反弹的话呢，这个反而是一个整理仓位的机会，而不是加仓的信号啊。那这个时候就只要问自己一件事情就可以了，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股票能不能陪我过熊市？那如果说你手上是一些指数，或者是像英伟达、谷歌、台积电这种有需求的，然后基本面比较扎实的大公司的话呢，而且仓位不要太重，不会说里面的资金影响到我之后的生活，那如果说要陪着你过熊市，那也是可以的，因为他们之后熊市过完之后，它还是会起来的嘛。当然，这个过程是蛮痛苦的。但是如果说手上的仓位是一些之前的热门股，甚至于说它没有基本面支撑也没有盈利的这些股票的话呢，那可能反弹的时候就是一个减仓的机会了。因为一大部分的这些热门股，它在过熊市之后呢，它会有一个大幅的回撤，因为它没有基本面支持嘛，而且熊市过后它不一定能起来，说不定趴在地上一趴就是好几年。那这个时候你不舍得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它要陪你长长久久了。现在这种动荡的市场不是我们赚钱的机会啊！虽然接下来可能会有熊市，但是呢，我们历史数据也说了，熊市平均也就10个月左右的时间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少犯错误，留好子弹，熬过去，那等下一轮牛市开始的时候，永远是有机会的，不急在这一时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了。有问题呢，我们可以留言区一起讨论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